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2003年8月18日，日本崎玉县熊谷市发生了一起连续绑架杀人事件。对，你没有听错，就在8月18日当天，发生了同一伙人所做的连续4人绑架杀人事件。发生的地点就在熊谷市的同一座公寓大楼里的同一个房间的不同时段。受害人与施害人之间，有些人还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混乱关系。这起绑架事件在当年的日本引起整个社会的震荡，在造成2死2伤的同时，犯罪嫌疑人的嚣张气焰突破了日本社会的底线。咱们先来听一听当时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狂言妄语。处决并不能给死者家属带来多大的安慰，也不能提供赔偿。禁止人民杀人，而国家杀人是矛盾的。死刑不是一种赎罪形式，因为它能让你摆脱艰难的生活，让你感觉更好。我放弃了反省的心，不再考虑受害者。非常罕见的，这起案件在2007年一审宣判的时候就判处了核心案犯死刑的判决。这是战后日本对于死刑形同虚设的司法制度来说算是一个特例。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2010年死刑执行前夕，案犯主动要求执行死刑的检察官、法官、法务大臣都应该参观他的死刑。那他真算得上是求人得人。日本政府的法务大臣答应了他的请求，莅临现场。这是日本宪政史上的第一次。今天我们就一起观察这起发生在20年前的日本崎玉县连续绑架杀人事件，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或许真相真的会让你极度心寒。这个案件可以算得上是把几个青少年的家庭教育问题集中的血淋淋的扒光揉碎了，摊在众人的面前。鼓励大象马上开始。这个故事要从这个女孩讲起。案件发生的时候，她才刚满16岁。为了方便快速进入案情，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女孩的家庭背景。她叫由美亚子，出生于上个世纪的1986年，上面有2个姐姐和1个哥哥，其中大姐是由美的父亲与前妻所生。由美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一家6口，本应是个幸福的家庭，但出身豪门的父亲偏要作妖，在经济富足的情况下，对孩子们却极为暴虐，尤其是对大女儿和2女儿。据后来庭审时由美所述，由于自己的年龄比较小，挨打的次数相对较少，但2个姐姐被打时，哥哥、妈妈和自己必须跪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打姐姐。这真他娘的是老母鸡上大树，绝非什么好鸟。场面过于暴力，我在这里就不过多描述了，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由美说自己在家里只要听到父亲开车回家的声音，整个人都会不自觉地抽搐一下。至今父亲抓着姐姐的头发拖上楼的场景，午夜梦回的时候还经常被吓醒。由美亚子5岁那年，母亲实在无法忍受丈夫长期暴力带来的心理压力，决定与父亲离婚，但条件是4个孩子全部由由美的母亲抚养，他们净身出户。由美母亲勇气可嘉，但现实却很残酷。2年后，即使一天3份工，也没能缓解这个5口之家的经济压力。母亲决定将大儿子和正在读小学1年级的由美送去父亲的身边。然而此时的父亲已经再婚，在与继母及其子女生活了10个月后，继母把兄妹2个丢在了电话亭里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由美说，幸亏有祖母的照拂，要不然日以继夜工作的母亲和4个未成年子女真的无法活下来。小学毕业以后，由美打听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偷偷地去找过父亲，但父亲面无表情地对他说，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你就当没有我这个父亲。这个事情在少女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失去父爱的由美极度渴望得到父爱，在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也得到了验证。小学6年级的时候，由美就频繁的逃课、盗窃、染发、暴力犯罪，夜不归宿，离家出走。显然，此时的由美已经成了典型的问题少女。整个初中，由美已是少管所的常客。就在由美最后一次由崎玉家事法庭送往鬼怒川国立学园学习7个月出院后，这件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根据10年的案宗显示，由美在少管所期间
天，每周都要给母亲写2封信，每次都要吐槽爸爸为什么要抛弃自己，这一点不难理解。在幼年时期父爱缺失的情况下，特别是父亲又是个施虐成性的变态，这对儿童的大脑以及人格形成会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将要发生的4人绑架案件埋下了罪恶的种子。2003年6月下旬，由美刚出少管所的2个月后，午夜瞎逛的时候，她在熊谷地铁站附近认识了在成人娱乐店工作的铃木英明。很快，2人确立了情侣关系。由美开始住进位于熊谷市香田的铃木工作单位的公寓202室。这里要多说一句，铃木所住的这个公寓，整栋楼都是这个娱乐公司的员工公寓，住在里面的人基本都是铃木公司的同事。虽然由美一直强调她与铃木之间没有任何身体上的关系，但由美的一个恶习被铃木无意中撞见，致使2人关系急转直下，经常为此争吵不休。这个恶习估计你也猜到了，无人管教的由美逃学后学会了吃粉。7个月后，由美在熊谷站附近玩耍时撞到了一个男人，男人不但没有为难由美，还好心的安慰由美。自此，这个叫尾形英纪的男人进入了由美的世界。由美虽然知道尾形英纪有妻有女，但2人的爱情还是在尾形道貌岸然的父爱般的呵护下病态的发生了。很快2人公开出现在众人面前。由美不知道的是，尾形英纪是熊谷广濑的黑社会成员，找到由美那是另有所图。此时的尾形正在诱惑由美从事有色陪护工作。7月底的一天，由美接到铃木秀明的约会邀请，由美叫上了尾形，并告诉尾形说，那个男人烦死了，每次出来电话都会打个不停，每次都会催着赶快回去。尾形一听，马上愤声说道，他是不是想死了？我的女人他也敢动。见到铃木的时候，尾形用黑社会大哥的口吻恐吓铃木说，你要是不想死，以后就不要再纠缠由美了。铃木惊恐不安的离开后，再也没有联系过由美了。回家居住的由美很快又与家人闹起了矛盾，离家出走。先是到熊谷的一个朋友家里过夜，几日后发现朋友不太高兴自己住在家里，无处可去的由美又给铃木打去了电话。由美的说法是，铃木先生答应自己了，他晚上工作的时候自己可以使用房间。8月16日清晨，由美在铃木的房间睡觉，铃木下班后看到正在熟睡的由美，色艺心生，眼看由美的衣服就要不保的时候夺门而出，由美对铃木的恨意由此而生。2天后，也就是8月18日上午，由美应邀尾形开车把她接到了熊谷市筑波町木的一个家庭餐馆吃饭。一同前来的还有由美的初中同学山木雄边。说是同学，其实在学校的时候，由美并不认识雄边，他们也是在社会上瞎混的时候认识的。这里有必要先说说这个山木雄边，也是个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少年。小学5年级的时候，父亲离异，随母生活。不久后，母亲病逝，父亲也是不管不问了，只能在亲友的接济下独自租住在熊谷市的一个公寓里。根据后来熊谷警方的调查显示，旷课后，即使校长和班主任将其寻回后，他也只能在校长室或医务室里消磨时间，要不然一眼看不到就不见了。这次的聚会，由美和熊边也是刚刚认识不久，便介绍给尾形认识。就在3人酒过3巡的时候，由美告诉尾形，铃木差点强奸了自己。尾形顿时勃然大怒，那家伙真是太小看我了，已经警告过他了，还敢出手，这就是对我的挑衅吧？我们现在过去把他干掉吧！由美附和道。对啊对啊，干掉他，动手动手！一旁的熊边也起哄道，就是就是，对别人的女人动手真的是不可饶恕，那种人只能干掉他。3人离开后，一边开车的尾形一边对旁边的由美熊边说，虽然家里有枪，但动静太大了。于是一行3人就到尾形自家经营的游戏店里取了一把菜刀，并向由美确认说，真的要干掉他吗？没问题吗？旁边的熊边似乎有点害怕了，说道，不行的话现在回去也是可以的。可是罪恶的獠牙已经展开，由美的恨意达到了顶点。尾形把轿车停在铃木公寓附近的停车场后，3人来到202房，发现铃木不在房中。由美说他很可能在205同事的房间。果然敲开205号房间的时候，铃木正在与住在205的山崎惠美香聊天。由美看到2人似乎衣衫不整，认为这2人刚刚肯定是发生了关系，似有嫉妒的悻悻地说道，恶心，无法原谅。果然
还是要干掉他吧。尾行喝令铃木以及惠美香回到202室，命令铃木坐在地上，厉声质问为什么要对我的女人出手。虽然铃木连声否认对由美做过什么，并慌忙道歉，连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但一切已经来不及。在尾行怒骂声中，被踢在地的铃木已经连中数刀，当场西去。最后由美把棉被包裹在铃木的身上，目睹一切的惠由美蜷缩在房间的小角落里，早已吓得瑟瑟发抖。下午1点20分，铃木所在的娱乐店店长打电话给还没有按时上班的铃木，电话一直无法接通。他联系了公寓208的同事菅藤兰，前去202查看铃木先生。菅藤兰放下刚刚挂断的手机，来到铃木秀明所住的202，尾行胁迫惊魂未定的惠美香前去开门，勒令惠美香打发菅藤兰速速离去。菅藤兰明显感觉惠美香神情有异，为了避免凶事败露，尾行强行把菅藤兰拖进了202室。与此同时，由美也没有闲着，她把202的财物洗劫一空。其后菅藤兰请求上厕所，然而尾行恶意严令就在这里解决。菅藤兰被迫无奈，只能便溺在房间的地板上。尾行戏谑嘲笑：“你这家伙，这是众目睽睽啊，你真脏啊！”为了伪造菅藤兰失踪的假象，尾行命令少年熊鞭去208的房间取回菅藤兰的手机。熊鞭发现208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女孩，在尾行的指挥下，女孩田村由香也被绑至202房间，并指着已经过世的铃木说：“看吧，没有办法了，只能送你们归西了。”下午1点40分左右，尾行伪装了事发现场后，把铃木弃置在202房间。随后，尾行挟持着惠美香、菅藤兰、田村由香坐上轿车，与由美、熊鞭驱车驶往义父市方向。其中，惠美香和田村由香坐在后排，菅藤兰则被绑后放到了后备箱里。尾行威胁后排的惠美香和由香说：“铃木对我的女人出手，我才刚刚出狱，躲你们3个也是一样的。”车辆行驶到义父市黑谷的美之山公园停车场时，尾行威胁田村由香下车，并恐吓他：“敢呼救的话就干掉你！”强行将由香带到了女厕所后，对其殴打、掐颈，又用菜刀刺向背部。由香倒在厕所地板上不省人事。尾行认为由香已经死亡，返回停车场打算离开。由美告诉尾行，后备箱里有手机的声响。此时的后备箱里的菅藤兰早已大汗淋漓。8月的日本正值酷暑，尽管菅藤兰跪求原谅，杀红眼的尾行哪里听得进去，不耐烦地呵斥道：“啰嗦，烦死了！”在尾行的殴打下，菅藤兰的2颗门牙在几声惨叫后掉了下来。回到车里的尾行对由美和熊鞭说：“这个家伙太麻烦了，先把他杀了吧。”就在轿车进入美之山公园的观光公路的时候，尾行把菅藤兰从后备箱里拽了出来，用毛巾勒晕后，又用菜刀在右背部连刺3刀将其杀害。随后将其从道路旁的悬崖抛下后，又对山崎惠美香恐吓道：“刀、悬崖、毛巾，你选哪一种？要不然把你手脚保住，再用胶水灌满口鼻，扔进下水道吧。如果这样你都可以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那你就跑吧。”当车辆进入熊谷市某个偏僻的废弃的建筑厂区时，尾行将双手捆绑的惠美香拖进小区内，欲对其进行强奸，并如前所述灌注胶水后，意图令其窒息，但惠美香还有轻声喘息。最后又是接连几刀，确认惠美香没有呼吸，这才弃之离开。当天下午4点45分左右，路人发现倒在美之山公园厕所内的田村由香，并马上报警，随即送到义父郡结野町的医院内接受治疗。稍有清醒的田村由香告诉义父警察署的警员，公寓202号房间里有人被害，快去救人。然而当天下午6点25分，熊谷警察署派出的警察赶到铃木的公寓时，棉被之中的铃木已经殒命多时。晚间8点50分，一名前来还车的男性在厂区内发现了倒在血泊之中已经危殆的惠美香，紧急输血抢救后脱离了生命危险。事发次日8月19日早上6点05分左右，一名遛狗的男人在距离发现田村由香现场的厕所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菅藤兰的遗体。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惠美香逐渐恢复了意识，但仍然无法用语言沟通。警方只能通过惠美香在字母表上逐个指出的文字拼凑出案件的全貌。与此同时，日本媒体开始大面积的报道尾行应记的手段之残忍，令日本社会
一片哗然。经法医解剖鉴定，山崎惠美香因被刺失血过多而亡，菅藤兰死于窒息。8月21日，熊谷警察署与义父警察署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尾形英纪发出逮捕令，大量新闻媒体蜂拥而至。在逮捕现场，尾形英纪对手持仿爆钢叉的警员大笑：“我不会跑的！”又将香烟喷到了警察的脸上。该画面也通过电视转播到日本各地。8月22日，少年熊编在律师及其家人的陪同下到警署自首。次日，由美亚子用盗窃得来的现金在娱乐中心娱乐时，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控制。至此，本案所有的嫌疑人均已归案。案中显示，被告人尾形英纪供述，因为铃木秀明挖走了自己的女朋友，让我出丑，所以我要干掉他。我以为他们都死了，没想到惠美香和油香竟然活了下来。我本来计划在医院再次作案的。2007年3月9日，辩护律师在最终辩论中声称，尾形英纪在犯案时处于精神衰弱的状态，因其还太年轻，希望给他一个改过自身的机会，请求法院不要判处死刑。在法院先后2次对尾形英纪进行精神鉴定后，一审宣判处死刑。2007年7月18日，尾形英纪撤回了上诉申请。虽然他在道歉声明中说本人接受死刑的判决结果，但在事实认定上存有错误，我也就没有必要改正什么了。我感觉很抱歉，但一切无法挽回。同年11月18日，崎玉县地方法院对16岁女孩由美亚子宣布判决结果，决定对其执行5到10年的不定期刑罚。少年熊编则在案发后被移送至崎玉县家庭裁判所熊谷支部。虽然在接受调查时，他始终坚称我是在案发现场，但我什么都没干，只是帮忙监视那3个女孩。最终，法院判处熊编进入中等少年院，接受长期收容管教。2010年7月28日，在时任法务大臣千叶景子的见证下，尾形英纪在东京拘置所内被执行死刑。此时距离死刑判决已经过去了3年。本案是自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执政以来首次执行死刑，也是首次在法务大臣见证下执行死刑。节目最后，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尾形英纪的背景资料。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26岁的青年竟有胆做出此等逆天大案？其实尾形英纪的少年时代是个成绩优异、阳光开朗的孩子。小学和中学时都是学校网球俱乐部的主要干将。进入中学2年级的时候吸食天拿水，又与黑社会成员交往过密，后来伤及同学后送至中等少年院。自此，他的人生开始坠入无尽深渊。从1998年到2002年，先后被判3次，中间结婚生子，短暂脱离过黑社会。直至案发，尾形英纪还以黑社会干部保证人的身份经营着那家游戏赤茶店。在日本有这样一句话，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远离君子之险。大概的意思是说，一个有德行的人应该自律，首先要避免接近危险的地方和危险的人。整个事件有多次机会都是可以避免的，但危险之人加上危险情境，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多人连续绑架被害事件。就如开篇所述，是什么导致了这起悲剧的发生？你是否已有答案？3名少年家庭背景似有不同，但又雷同，血淋淋的现实扒光揉碎的摊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宝宝们，请让我们引以为戒。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顺遂。